煮冻水饺的时候，最怕用开水下锅。记住这个小技巧，煮出来的水饺个个筋道爽滑，还不开裂，不破皮，特别的好吃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林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很多人煮速冻水饺，一上来就错了，直接把我们的水饺丢到锅里面，特别是滚开的热水，把饺子冻得像硬邦邦的，一碰到开水，外皮蹭的一下膨胀，立马就会开裂。想让冻饺子不粘锅不破皮，煮的时候是有点技巧的，一定不能够太粗暴，要温柔一点。冻饺子不能够直接下锅，从冰箱拿出来，先在冷水里泡个30秒，不是让你泡2个小时解冻，就是稍微的泡一会儿，回温就可以。缩小一下和温水的温差，泡太久反而会变软变烂，30秒刚刚好。煮冻饺子，水不能烧得太开，看到锅底开始冒小泡泡，大概是水温50度的时候就可以。这个时候下入水饺比较合适，千万不能够等到水滚开的时候再放，开水的温度比较高，饺子皮一下子膨胀，肯定会爆裂开。要是冷水下锅煮太久，皮肉容易泡软，而且会破掉。下锅的时候用勺子轻轻地推一下，这样能够防止我们的饺子沉淀粘锅。动作慢一点，轻一点，不要把皮给戳破。煮冻饺子的时候，往水里面加入少许的一点盐，可以让饺子皮更加的筋道，而且吃起来有嚼劲，皮不容易破。再来几滴食用油，就像给饺子皮上面抹了一层软软的猫膜的一层薄膜，饺子在锅里就不会粘到一起。平时我婆婆煮水饺都是这么煮的，煮好的冻水饺个个圆润饱满，不粘锅也不破皮的，特别的好看。水开，我们直接加入半碗冷水，等再次的水煮开，一共加入3次冷水就可以。这个动作是比较关键的，可以让水温降一降，让饺子皮和馅料一起慢慢的熟透就好。不然的话容易到外面熟了，里面还是生的，或者是皮都煮软烂了，还是没有熟透。3次冷水全部加完，等饺子全部浮起来，再大概煮个2分钟，水饺就可以煮好捞出来。像这样子煮的水饺，皮筋道也不破皮，馅料又鲜又嫩的，火候掌握的比较好。我们煮水饺的时候注意，不能开大火猛煮，水翻的比较厉害的话，饺子滚来滚去容易破皮，容易粘锅。用中火慢慢的煮，这样最好的。其实煮冻水饺没有那么难，记住这几个步骤：冷水泡一下，温水下锅，点3次冷水，比现包的水饺还要好吃。家人们，以后煮冻水饺记住这3个煮饺子的小技巧，你记住了没有？这样煮好的饺子个个圆润饱满，特别的筋道好吃，香喷喷的一道水饺大餐就做好了。家里人一般都会包一点速冻水饺，图一个省事又方便。可是煮这个东西呢有讲究，不能够直接用冷水下锅，也不能够用热水下锅。用冷水下锅的话，饺子特别的粘，而且加生，口感特别的难吃。其实煮冻饺子有技巧的，掌握了以上这些方法，做好的冻饺子特别的好吃。再来说一说，为什么饺子不能用开水煮？因为水温比较烫，饺子放到锅里面，皮就会爆炸，而且里面是硬邦邦的，热气进不去，馅料根本就化不开的。等到我们的外皮熟了，里面还没有熟透，所以呢汤汁都跑到水里面，这样呢水饺破皮特别的难吃，就成了一锅粥，又难看又难吃的。那么冷水煮也不行，在饺子水里面冷水泡呢也是容易加生的，不好吃，没有熟透，一点也没有口感。就像我这样煮，保证煮好的饺子又香又好吃。朋友们以后可以试一试这样的煮饺的方法，保证你能够喜欢的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看到这里啦，
非常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和喜欢，每一个点赞和关注对我来说都是前进的最大动力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喜欢。现在的生活节奏很快，速冻水饺因为方便省事，早就成为了很多人特别爱吃的桌上美食。但是面对了超市的一堆牌子，各种的水饺口感，到底选哪一种比较好，更加的放心，还真让有一点犯难。今天来说一说如何挑选速冻水饺，帮你轻松的挑出适合自己的速冻水饺。速冻水饺的种类比较多，馅料五花八门，经典的像猪肉大葱、韭菜鸡蛋、三鲜的也吃不腻，也有新出的像酸菜猪肉的、虾仁玉米的，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口感。而且很多的品牌花样很多，像手工水饺专门给宝宝吃，儿童水饺选择性是比较多的，挑也挑花眼。速冻水饺有几个特别的关键，记住了不容易踩雷的。一、认准靠谱的品牌，尽量选择那些耳熟能详、口碑不错的牌子。大品牌一般生产的标准更严，品质把控的靠谱，吃得放心。二、看馅料实不实在，好水饺馅料要新鲜，味道香，营养跟得上。你可以瞅一眼包装上面的配料表，或者是了解一下品牌是怎么做馅料的，是不是真材实料，一目了然。三、饺子皮要过关，好的皮要薄，还有韧劲儿，包得住馅料，煮不破。买的时候可以看一下皮子长什么样子，煮完吃一口筋不筋道，一尝就知道。四、保留质期怎么样，怎么保存。速冻饺子毕竟是不能放太久，买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生产日期、保质期，回家之后按照说明冻好，不要让它反复的去解冻，这样容易坏的，口感会比较差。说到底，速冻水饺确实方便又好吃的东西选择，但是吃的放心还要靠的靠谱，选对了品牌，看好了配料，注意保存的方法，才能够吃得香，吃得健康，一顿饺子吃得幸福满满。先说说饺子的肉馅含量，这可是衡量速冻水饺的好不好的关键。按国家标准，肉馅含量最好得有 35%， 也就是大约是35的容量。如果是连这个数达不到的话，这饺子基本上品质不过关的。可以拿一包速冻水饺，第一件事情翻到背面，找配料表，看它的写的肉含量是多少。光看这个不够，再看一下里面的配料是不是真材实料。有些水饺虽然写着肉馅儿，实际上掺了不少的膨化制品，还有是植物肉，看着像肉，其实只是添加了个口感。这些植物蛋白混在里面，你吃的时候感觉是吃的肉，但是呢真的是不是肉，肉呢少得可怜。所以看配料表不光要盯住肉馅两个字，要看清楚猪肉、牛肉、鸡肉这些肉在前面排第几位，占比高不高。配料表是按照用量多少排的，如果是豆制品，淀粉排在前面，那基本就是挂羊头卖狗肉，一定要擦亮眼睛去挑选速冻水饺的。好了，如何煮速冻水饺的方法分享到这里啦，又分享了几个挑选速冻水饺的小技巧，朋友们都学会了没有？方法简单靠谱的，以后吃水饺就试试这么煮吧，保证做好的水饺香甜可口，特别的好吃又有筋道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，非常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和喜欢，谢谢大家，我们明天视频再见。